在温网打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对很多球员来说，是草地的味道，是白色球衣，是温布尔登延续100年的传统。但对穆霍娃来说，来到温网还得先准备好抗过敏药、喷剂和眼药水，因为他对草过敏。然而，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这一次走到了离温网冠军最近的地方。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力量和底线速度的时代，为什么是这个不靠重炮对轰，而是用变化和想象力去拆解比赛的捷克姑娘，彻底征服了温布尔登的观众？为什么在这场温网决赛落败之后，仍有那么多人愿意陪她一起心碎，也依然相信这不会是她故事的终点？一杯咖啡的时间，聊聊网球里的那些事儿。穆霍娃来自捷克东部的奥洛穆茨，父亲踢过职业足球，家附近大约50米的地方就是网球场。他小时候尝试过很多运动，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就是手球和网球。到了12岁，他必须在自己喜欢的2项运动之间做出选择，最终他选择了网球。可这条路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。青少年时期，他的身体快速发育，膝盖和背部不断出现问题，因此错过了很多比赛。他曾经是捷克最好的年轻球员之一，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帮助他。可等他受伤以后，电话渐渐不再响了。转入职业赛场后，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怎样战胜顶尖球员，而是怎样继续留在巡回赛里。没有奖金，也请不起理疗师和更好的教练。在第一次打进美网正赛之前，他甚至借过钱去参加比赛。2018年美网，他的排名还在200名之外，却从资格赛一路打进正赛，又击败了2届大满贯冠军穆古拉扎。拿到奖金以后，他把钱重新投进网球，请理疗师，换教练，离开家乡，到布拉格寻找更好的训练条件。他后来曾说自己从来没有 B 计划。那时候的他只想把网球继续打下去，至于其他的路，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。在中国球迷圈里，大家更喜欢亲切地叫他火娃。大家喜欢火娃，当然有很多理由。他为人真诚，长相英气，在球场上又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，但最重要的还是他打球确实好看。如今的女子网坛越来越强调速度、力量和底线压制，可霍娃不太一样，她不会一直把油门踩到底，而是不断改变比赛的节奏。她可以在底线突然加速，也可以用切削把球速慢下来，可以用放小球调动对手，也可以来到网前用截击结束这一分。有人把它形容成一把瑞士军刀，不是因为它的每一种武器都是最强的，而是因为无论遇到什么局面，它总能找到最合适的那一种。本届温网第4轮，面对前赛会冠军克利基斯科娃，他打出了50个制胜分，却只有29次非收获性失误。这意味着他既在主动创造机会，又没有把进攻变成不计后果的冒险。今年3月，斯瓦泰克把他称为女子网坛的费德勒，还说在整个 WTA 巡回赛中，自己最喜欢看的就是穆霍娃的比赛。其实穆霍娃从小最崇拜的恰好就是费德勒。他说如果翻出自己小时候的比赛录像，会发现那个小女孩当时就已经喜欢来到网前，也已经在不断尝试放小球。原来所谓的古典不是后来刻意模仿出来的风格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他就相信赢下一分从来不只有一种方法。穆霍娃的职业生涯里有一种奇怪的循环，每当他接近顶峰，身体就会出问题，不是小伤小痛，而是那种会让他彻底停下来的伤。2019年，第一次站上温网正赛赛场的穆霍娃，在第4轮击败了当时世界排名第3的普利斯科娃，首次打进大满贯8强。2个月后的首尔站，他又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1个巡回赛冠军。2021年澳网，他逆转战胜当时的世界第1巴蒂，第一次闯入大满贯4强。看起来他的上升轨迹已经非常清晰，但那时候他的腹部肌肉已经出现了撕裂，并在之后反复发作。发球需要伸展，击球需要转体，而这些动作全都离不开腹部发力。美网结束后，他不得不停下比赛，整整休战了6个月，也错过了2022赛季的开局。好不容易重新回来，2022年法网，他又在比赛中扭伤了脚踝，
最后坐着轮椅离开赛场。每当你觉得他终于要稳定下来，新的伤病又会把他拉回原点。到了2023年，他终于有了一段没有被伤病反复打断的赛程。法网，他第一次打进大满贯决赛；辛辛那提再进决赛；美网进入4强，世界排名也上升到了第8位。他甚至第一次获得了 WTA 年终总决赛的参赛资格。所有人都以为他终于可以摆脱伤病，在世界前10站稳脚跟了。然而就在那届美网期间，他的右手腕开始疼痛，他还没来得及在年终总决赛登场，就因为手腕伤势宣布退赛。休息、治疗、长时间的康复，但疼痛却一直没有消失。2024年2月，他不得不接受右手腕肌腱修复手术。手术解决了疼痛，却意味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刚开始康复时，那只手虚弱的连叉子都拿不稳。对于一个依靠切削、截击和细腻手感打球的人来说，几乎没有比手腕伤病更残酷的事情。从2023年美网结束到2024年6月重新站上赛场，他离开了将近10个月。那段时间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，他能做的只有日复一日的康复，然后等待身体给出答案。2024年6月，穆霍娃终于在伊斯特本重新走上了赛场。几个月后，他再次打入美网4强，随后又闯入中网决赛。接下来的1年，他一站一站的打，一分一分的把比赛的感觉找回来。直到2026年多哈，他终于又一次赢到了最后，而这一次是他职业生涯第一座 WTA 1000赛的冠军。4个月后的巴特洪堡站，他又收获了职业生涯第一个草地冠军。这一次，他带着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也带着本赛季2个冠军积攒起来的信心，来到了温布尔登。2026年温网，穆霍娃从第1轮开始就打得很稳，他先后击败了包括张帅、克里基斯科娃和大阪直美等选手，第一次打入了温网4强。从巴特洪堡到温网，他已经在草地上取得了10连胜。半决赛面对高夫，比赛进入了惊心动魄的决胜盘抢10，穆霍娃挽救了一个赛点，最终以12比10拿下抢10，第一次进入了温网决赛。决赛面对21岁的捷克同胞诺斯科娃，他又在第2盘挽救了5个赛点，顽强地把比赛拖入了决胜盘。但在这场决赛中，诺斯科娃确实是表现更好的一方，他的发球和底线进攻一直在给穆霍娃制造压力。第2盘连续错过5个赛点后，全场的掌声几乎淹没了球场。诺斯科娃一度用双手捂住耳朵，独自离场休息。那一刻，很多人估计都以为他的心态可能已经崩了。可回到决胜盘，他很快稳住情绪，重新掌握了比赛的节奏。最终，诺斯科娃赢了，他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1个大满贯冠军。穆霍娃已经走到了距离温网冠军最近的地方，但这一次他还是没能如愿。比赛结束后，他走上了颁奖台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切，也许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他。It's really tough to find any words, but I'll start with Linda, my ex-friend. 今年8月，穆霍娃就要30岁了。我们不知道他未来还能不能第3次站上大满贯决赛的赛场。竞技体育不会因为一个人受过多少伤，就保证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但至少这个赛季已经证明，他依然可以赢得冠军，也依然可以走到大满贯的最后一场比赛。虽然最终他没有赢下最想赢的那场比赛，可对于一个人生里从来没有 B 计划的姑娘来说，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终点。And, well, I'll be fighting more, and I won the trophy, and I hope I'll get a chance to get to the final again, and I'll come back, and I hope Thank you very much. 这里是网球咖啡馆，
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'Cause you give me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scared, alright. This could be nothing, but I'm willing to give it a try. Please give me